哇！是章鱼吧？为什么只有2根须啊？对吧？水母。哦，搞明白，这水母。哎呦，跑的那么快咋跑的？水母，这水母。哎呦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然后今天我们去哪了？今天我们出发去芭提雅的，芭提雅沙滩。为什么要去芭提雅沙滩呢？2月22号，2月的22号到26号啊，然后会举办一个芭提雅的一个风筝节。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风筝节怎么样。你说我们都看过什么烟花节啊什么的，就没有看过风筝节啊。我们去看看风筝节啊。然后这2天因为是芭提雅的佛日，然后就人超级多，你知道吧？像这2天晚上就各种堵车，各种人多，那感觉全泰国人民都出来了，而且好像是个万佛节这个佛日，而且好像这个节日还蛮大的啊，因为泰国这种稀奇古怪的这种节日太多了，因为我们不了解嘛，对不对？反正就各种放假，路上你全堵车了。你看我现在公寓出来门口，你看路上又堵住了。我们现在绕过去，现在只能步行了。我本来是想呢开车过去，然后一看这个从阳台上一看不对，哎。所以我们还是走路啊，我们走路往上台那边去，然后在上海百货门口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，你去看看。我们从中路走出来了，哇，这个人和车啊，果然是感觉过节啊，这天上各种风筝。我们去看看，又有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风筝，没见过。哇，这放风筝的人有那么多吗？就前面太阳太大了，现在太阳已经快落山了。然后就感觉放风筝的人特别多，那个放的好高。其实前2天开幕的时候还有那种什么大的 Manta 呀、Panda 呀、熊猫啊，都没看到了嘛。今天都是那种小的。And also for Titan Thailand。然后他们准备看这个大的。นะคะเจ้าบ้าน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ะ这好像是来自印度的。โอเคเพื่อที่จะนำว่าวนะคะขึ้นสู่ขอบฟ้า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สวยงามนะคะนี่ตอนนี้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ำลังเตรียมนะคะบินกับว่าว LED ค่ะเป็นครั้งที่3แล้วนะคะกับพัทยา International Flight on the Beach ค่ะปีนี้ปี 2024 ครั้งที่ 3 แล้วนะคะกับเทศกาลว่าวนานาชาติติดแฮชแท็กนะคะพัทยา International Flight on the Beach 2024 ค่ะแฮชแท็กนะคะเซ็นทรัลพัทยาแฮชแท็กพัทยานี้นะคะรวมไปถึงค่ะกับเป็นการเก็บความทรงจำนะคะดีๆของทุกท่านนะคะ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ค่ะในเมืองพัทยาของเราด้วยนะคะและดูเหมือนว่าตอนนี้ลมกำลังมาแล้วว่าว LED 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ะกำลัง这下面又连这个放了一个，我不知道放的是啥，待会转过来才看得到。换了一个视角，这个龙上面那个不知道什么熊，在上面那个是 Manta 魔鬼鱼，应该还要再放的。看。และต่อไปว้าว是章鱼吧？为什么只有2根须啊？对吧？水母。哦，搞明白，这水母。哎呦，跑的那么快咋跑的？水母，这水母。哎呦。这个金鱼上去了，传说中最丑的金鱼。ตอนมาเลยนะคะปลาทองค่ะปลาทองขามังกรนะคะ那边好，因为这个章鱼，哎呀 ，stop， 刚才โอ้โหหางยาวมากเลยค่ะ跟它撞的好。哦，这个章鱼。เข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หนวดเนาะไอเราก็หางเฉย哎，这个蛮可爱的。这个人真的是多啊！这个我们已经从天亮到天黑了，然后现在整个沙滩、整个上台门口啊，都已经堵成这副样子了。我刚前面说了，现在是泰国的3天的一个万佛节的一个假期，所以啊，今天又刚好是周末，所以整个沙滩上全是泰国人，包括一些凑热闹的像我们这些外国人啊。风筝就看完了，风筝就这么点内容，这也没啥，大家凑个热闹。哦，这在放风筝，边上有个人晕倒了，然后这个女的就是路边
路边一个陌生人，但感觉像是护士或者医生。然后他拿出了他的包里面拿出了个棉签啊，这种手套啊什么的，然后再救治这个男人。差不多了。了解啊，刚才那个有一个不是一个女的在救治嘛，然后她是一个路人，边上还有个俄罗斯男朋友。然后一直等到这个医护人员过来了。那么看他这样的手法，应该是一个类似于医护工作者在路边看到的，然后看到那个救护车来了，他就关机走了。然后来了刚才两个呢，那个是善堂的两个人，然后过来呢也跟那个伤者进行了一个交谈，然后伤者呢还是有脑子有清醒的吧，来跟他们说几句话，然后现在还没有准备走了，好像没什么大事啊。所以在泰国还不错这方面，我觉得。其实刚才那个救援的事情啊，让我想了蛮多的。我刚刚走路在想啊，在国内啊，这说真的一个老大妈摔在地上，你还真不敢扶啊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社会风气变成这样了，但是大家下意识就是我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往后退一步，对吧？这个我帮你报个警，帮你报个120，已经算很对得起你了，或者大家就围观一下。但在国外真不一样，在国外啊，就大家真的会去的，而且真的会那种。类似于就是说见义勇为的，或者我就是干这个医护专业的，包括大家经常可以在就看到新闻那种飞机上那种，有一个乘客怎么了，然后整个机场里面就会空姐会乘客说，你还有没有这种有医护知识的怎么样？大家都会踊跃跳出来，就真的是这样的。但是在我们国内真的好好说，如果真的有个老大妈倒在我面前，我可能还真的要寻死，真的，尤其是到陌生的一个城市啊。这个你说在杭州还好，我应该问题不大，我敢。但到陌生城市我还真不敢，这真的。然后不是马上泼水节了嘛？然后小胖一直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在泰国的泼水节啊，我去搞辆洒水车来玩玩。这个我现在已经在进行了，我已经在找这个泰国的朋友啊，帮我问一下这个价格怎么样。如果合适的，对吧？我就要是不合适的，我就自己搞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玩玩就行了。如果搞到合适的，我也想。是不是我搞一整天，对不对啊？然后有希望玩的，大家报名，大家 AA 是吧？这样的话能把费用打下去一点。我现在还在谈具体什么价格，我不知道。那如果按照往年的惯例吧，我觉得要1、2万铢吧，甚至现在3万的也在卖，我不清楚。反正这个只能大家 A 了，对吧？你拿来多少，然后分成多少批次，然后怎么 A，这都是一门学问。我也不想大家吃亏，对吧？但也不可能说比市面上贵。你说万一只有2、3个人报名的。那不是比外面卖的还贵了？那没必要是吧？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难的活，而且我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干这个事儿，因为有些事情啊吃力不讨好的，对吧？你搞了来，大家一 A 回头比外面贵，对吧？那回头要被人骂，所以啊这个就真的很搞。但是洒水车啊，这个我是觉得很有必要的。宋干节啊，还是要体验一下吧，反正一辈子，小班想了就体验一次，对吧？我一辈子我就体验一次洒水车。看这洒水车到底怎么样，对吧？到时候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对吧？这个哪个平时我走路过来经常捏我的、弄我的，我怼着他喷了啊！这个我已经有好几个假想敌了，大家注意一点啊！小胖就有假想敌了，这个逮着我就喷。说到宋干节，今年好像有个消息，目前好像还蛮官方的，有好多个一个中文媒体在报道，就是泼水节啊，从4月1号开始玩到4月21号。然后具体的一个行程还没出来，怎么排也没出来。因为泼水节是这样的，不是说每个城市都4月1号开始，它是环着泰国绕的。但至于你所在的城市或你想去的城市，比如普吉、芭提雅、清迈，这个曼谷，它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。它类似于会有几天的一个主战场的时间，或者一个主节的一个时间啊。那么按照惯例呢，芭提雅好像是去年是13号还是14号，我记得。那么今年不知道，那我觉得等一个细则出来吧。等一个细则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，到底哪一天过来玩比较好。但泼水节呢，机票、酒店肯定会涨，这个没有办法的，毕竟泰国的新年嘛。然后呢，这里的相对的很多的娱乐设施里面的工作人员也会减少，因为大家回去过年了嘛。那一年到头，对吧？打工了一辈子，那总要就跟我们国内一样的，再怎么样也要赶个春运，也要回去。所以说，在泼水节的时候，交通会非常堵。所以大家到时候到芭提雅来，或者说大家到泰国来玩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。如果玩过泼水节的，我建议也就不要凑这个热闹了。如果没有玩过的，大家可以来凑热闹。然后包括泼水节的时候，还有曼谷的话，还有2场那个音乐节啊，就比较大的啊，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去淘票啊，怎么样？你别找小猫不卖票啊，去网淘票。这个电音节也是可以去参与一下的，泼水节加电音节，这好像是
泰国目前来说，我觉得最大2节日，而这2节日，而且我从来没有参与过，因为往年就是以前我还没常住的时候，泼水节机票贵，你知道吧？就不舍得。一般我们都是淡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机票好便宜，只要3位数，不像现在啊，这个来回都要2、3千，可能还不止。如果像旺季的话，这次我有个朋友，他老婆回去多少4千多机票，啊，有点夸张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这样，反正风筝节就这么回事啊，我们也回去了，热死了，拜拜。